那各位老师午安。好，那今天我们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各位老师们分享我在112年教育部实践计划的一个成果。好，那这边有一些小小的心得分享哈，想要跟各位老师们一起分享这份经历这样子哈。那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现实、非常残酷、但是也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哈。那其实就是如何让学生在类似像资料结构或者演算法这一类的课程能够不睡着。好，那或许今天的方法呢，有一些在一些比较理论性的课程，我觉得应该也是适用的。所以我觉得今天的演讲的题目其实算是非常的务实。好，那在老师的职涯当中呢，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科技，也不是学生的程度。我觉得最大的敌人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在第3分钟开始的眼神放空。因为当学生开始放空的时候，我们其实上课起来知道，老师上课起来会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是想要来聊聊怎么样用这个视觉化还有游戏式的方式，那来把原本会让学生感到怀疑人生的像这种演算法或者资料结构这方面的课程，那变成学生会想要主动去说，老师我们可以再玩一次吗？这样子的课程。 OK， 那在今天的主题探讨之前我想要先跟各位老师先聊聊教学跟研究这2件事情。那其实教学跟研究这2件事情是几乎整天围绕我们老师的一个课题。好，那教学跟研究这2件事情其实蛮不一样的。好，那我一直觉得教学的话呢，其实它的最主要的任务是把很难的东西能够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叙述，让学生可以听得懂。那研究就不一样了。研究有时候我们会开玩笑的说，就是把简单的东西把它讲得很难，就叫做研究。其实这样讲，其实算对，也不算太对。因为教学的部分，当然我们就是要将很难的知识理论，用学生能够听得懂的语言，让学生可以学会。可是研究为什么我们说故意把简单的东西写得很难？其实并不是这样子讲的。应该是说研究的话，常常我们为了把一个研究成果，那用很严谨的方式来表达，因为这些结果是要呈现在 paper 上面的，不能用很口语化的方式来呈现。所以往往不可避免的，我们会用到很多精确的定义，甚至数学符号、科学符号等等，所以对学生来讲就会变得很难，不太容易懂。那所以其实教学跟研究有时候会被我们看成好像2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样子。那不过其实在这几年做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时候，其实慢慢的发现教学跟研究其实2个是可以做很好的互补的。其实教学可以让我们跟学生直接面对面接触，那我们有机会可以接地气。那研究的话是要让我们升空用的比方说升等这方面等等。那我们一边在课堂上救学生的时候，其实老师蛮辛苦的，一边又必须在研究系统里面一边求生存。好，那其实所有的大学老师都蛮辛苦的可是在这边因为我本身是在科大任教大概20多年了那所以对我来讲，我觉得科大的老师似乎是更辛苦的因为我觉得科大老师是全方面的玩家。我们不但要在课程的部分要有不断的创新，然后要照顾学生，那也还必须要发 paper，那还要跟业界合作最后还要保持微笑。 OK， 虽然很辛苦每天还是必须要做这么多事情嘛但是还是必须要很开心才可以而且在科大的学生上课最喜欢问老师这个会考吗？好，这个大概是科大学生问最多的一个问题所以我真心觉得我们老师的 KPI 应该是被问几次这个要不要考当然是开玩笑的那其实很多老师在我以前我也觉得教学跟研究就像这张图一样，就好像天平的2端。我们的时间就是这么多，当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教学的部分，我的研究自然而然就会轻忽了。那这件事情到这几年才开始对我来讲是有些变化的。那
可以说，我大概在我接触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话，大概是从5年前开始。好，那接触教育部教学实践计划之前，我大概比较多的时间都是在做科技部计划。好，那尤其科技部计划我们做的研究又跟我们的教学科目教学的这个课程其实又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性。好，所以在之前的话，我会觉得教学就是教学，研究就是研究。虽然两者会是有一些重叠性的，但说真的这种重叠性其实是相当低的。好，那所以对老师来讲就蛮辛苦的那我不知道线上的各位老师目前有没有做过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好，那目前还没有做过的，我们可不可以？我看一下，可以发个表情，随便一个表情包，好，代表是你们还没有做过，还没有进行过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好 ，OK， 其实我想分享的是我觉得我接触到教学实践研究计划以后，我觉得我的人生有很大的改变，我变得更快乐了。好，当然我不是说每个老师都一定要做教学实践计划。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觉得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话，蛮适合一部分的老师的，就是教学跟研究这两个部分。好，你喜欢教学，比你喜欢研究还要再多一些的。好，我觉得这些老师，好，我作为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算是蛮不错，因为它就像是让我们可以把咖啡跟牛奶打在一起。好，就像咖啡牛奶打在一起，其实打在一起会更香。好，那这件事情在以前科技部计划我是完全感受不到这件事情的但教学实践计划的话，我觉得教学可以给我们一些现场的回馈。好，那研究可以给我们一些比较有深度的内容。好，那教学跟研究，教学有了回馈以后，我们可以再回到研究看看应该怎么样去改进。好，然后改进我们的教学。我觉得这两边一起跑的话，就会知道哪边会卡住，好，哪边可以改。好，所以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里面的话，我们做教学其实不是只为了研究报告而已，好，而是为了能够在教学方面产生新的问题，好，那有新的灵感，好，那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新的研究题目。好，所以在这边我觉得蛮好的。好，说真的，其实从大概5年前开始进行教学实践研究计划以后，我觉得这个做起来是快乐许多的。好，其实快乐许多，因为对我来讲，我就是刚刚讲的这种类型。其实研究我也蛮喜欢的，但是真的两者比较的话，我是更喜欢教学。好，教学的部分是能够让我带来更多的喜悦跟成就感的。好，因为教学的喜悦，我觉得就是把学生从不会，那教到你本来预想到的让学生可以把我们想要带给他的，最后学生学会了。好，那最后这个学生的回馈，我觉得是很令人兴奋的。好，这个比研究成果发表在 SCI paper 等等，我觉得是更令人兴奋的那所以好，如果还没做过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话那我觉得，而且你又比较喜欢教学，好，我觉得在这边可以跟各位老师分享，就是你可以尝试好来做做看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部分。好，因为它是可以结合你教学跟研究的部分，而且它不像科技部计划。科技部计划其实它在提计划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注重你的研究成果。好，你如果除非你是很大咖的那不然你如果没有 SCI 足够的 paper， 其实真的要通过计划的话，其实困难度真的非常的高。好，或者除非你是新人第1年这样子那所以他在研究这方面的能量必须要越累积越多，好，你才有机会继续做这方面科技部的计划。那在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部分，我觉得它蛮好的其实一部分我觉得它大概发展到目前为止，大概分为2类。有的老师他还是喜欢做研究，但他也会发表一些蛮不错的比较好的期刊的文章。那有的老师像是我就会比较喜欢在教学的部分。那教学你只要能够做一定程度的改进，好，那你可以看得到教学的成果。好，那哪一年在提计划的时候，你只要将历年做过的这些计划成果呈现给委员的话，我个人觉得其实通过率也都蛮高的。好，所以这部分对喜欢这种教学型的老师，我觉得其实是蛮友善的那以上是提供给各位老师参考看看。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进入正题了。好，那我们今天的正题其实很重要，就是怎么样让学生在演算法或者资料结构这样的课程能够
不睡着。好，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让同学不要睡着，因为学生一旦睡着就什么都不用讲了，我们讲什么他都没有听到了。好，那所以，但是类似像资料结构或者演算法这一类的科目，好，其实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自带麻醉效果的科目哈。那所以有时候开玩笑说我教演算法教资料结构这10几年我有一个很大的技能，我有办法用正规正矩的讲法这样子在5分钟之内就可以把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大学生让他们变成没有灵魂的猫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如果用传统的方式来讲，大概就是会得到这样的效果。学生听了5分钟以后，就眼睛瞪着大大的，听你在讲，可能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也有可能就这样眼睛瞪着你瞪1节课这样子。好，那所以这张图如果你教过资料结构，那你一定懂这张图。很多同学开始玩手机，开始趴着了，对不对？好，那可以看到老师上课的脸，老师上课的脸就像这样子，是很坚定的。老师很坚定的在讲我们的课程，可是你会看到学生的脸呢，是满脸的问号。OK， 好，所以这时候感到绝望的其实不只是学生老师也是。因为学生就出现很多问号，到底老师在讲什么呢？那老师又会觉得，哎呦，我这么认真的讲，怎么学生好像感受不到我在讲的内容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其实在理论课程里面还蛮常发生的。那所以呢，在这个我觉得这是每个老师的一个内心常常就是老师觉得，我讲这么，我讲的这么清楚呢，学生为什么还是听不懂呢？可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来看，老师你到底讲的这个是什么？我这些符号这么难，我怎么可能听得懂呢？那所以这个就是教学现场最可爱，也是最残酷的地方。我们两边都很努力老师很努力在讲，学生也尝试很努力在听，可是频道对不起来。OK， 老师讲的很辛苦，学生也听不懂那这种情况其实还蛮常发生的。好，那所以教学的痛点是什么像类似像教资料结构演算法这种理论性的课程比方说我们在讲资料结构里面讲到指标的时候，那你就感觉你就看到下面的学生一群好像该开始进入那种像哲学系的一个状态那所以资料结构像这种很大的问题就是学生有时候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学什么因为他没有目标，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当你讲到节点指标的时候，这节点听起来是不是像医学的名词讲到很重要递回的概念，递回是什么呢？听不懂，听起来好像是在叫魂一样那讲到一些数的结构堆积数，怎么会有一堆数呢？听起来又很像是园艺课程一样所以其实学生不是不努力其实是这些内容其实有时候太抽象，太抽象，学生可能也找不到入口。那所以我们在讲一些像记忆体的配置的时候或者是 stack 那这个 recursive 一些递回的概念的时候，对学生的角度来看，他会觉得老师你是在讲外星语吗？你讲的为什么每一个字我都听不懂，但每一句我就是听不懂了这个，所以就是会产生这样的情况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叫学生硬要去背这些定义要背这个数的定义指标是什么背起来他们会觉得老师背这个东西做什么？他跟我玩的游戏吃鸡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能怪学生偷懒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它的作用是什么所以在这门课里面，我们把很多教材内容变成是可以玩的可以破关的那学生其实一边玩的时候，他会发现资料结构这些东西还真的跟他吃鸡有关系耶在玩的这个游戏吃鸡游戏还真的是有关系的好，那教学的方法呢对我们比较传统的教学来讲，可能老师呢就是讲，然后再示范，然后再继续讲可是这样传统的教学方式呢很容易造成一个结果就是说这个学生就是听，然后晃神然后再晃神这样子好，所以有时候其实不是方法不对，方法不够有时候是方法没有跟学生对到频道方法没有对位好，所以我们
所以呢，我也曾经想过这件事情哈。那所以我们就想说，学生在玩游戏的时候很厉害，你可以发现学生可以记得200种游戏道具的名字，好，这个我们老师都记不住啊，可以记得50种技能的招式，好，可是为什么我们上课区的5种排序法，奇怪，学生为什么就是记不住呢？好，你会发现，其实答案也是蛮简单的哈，因为游戏的设计师他们其实比我们更懂心理学。好，往往我们老师在教学可能只是想说要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学生，但却没有想到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好，学生才能够理解。好，所以这边有几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些原则哈，像能够用插图，好，能够用插图，我们就尽量不要用文字。那能够用游戏带入的方式，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公式。好，那能够探索的部分，那我们就尽量不要死背。好，那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好，那大概就是这一些。所以，因为我们发现投影片真的不能太多文字。啊，一张投影片里面如果出现太多文字，学生很厉害哦，他就会自动切换到省电模式。好，这些字他是不会去看的哦。所以这几年我一直在把那个资料结构演算法，好，这门课的内容想要让它变好玩。好所以这个想法好也让我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哈。这几年几乎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好，但是我觉得做起来是相当快乐的。好，因为我做了这些研究，然后做出来的成果，它可以用在我的教学上面。好，那教学上面可能教的时候，我还会再发现新的问题，那就可以继续隔年还可以有新的研究题目继续做这样子哈。游戏化这个东西，我们想要让学生能够开始的话，我觉得有几点很重要啦，好，就是要将教材能够做视觉化，好，尽量字不要太多，尽量能够让视觉效果多一点，比较强烈一点，好，因为有比较多的视觉效果的话，通常学生会比较容易懂。好，可能上课从本来的老师我都听不懂呢，好，可能就会变成老师这个堂课还蛮好玩的哈，而且以前像资料结构有的高职他们会接触过一些，好，他们就会回馈说，以前学的时候好像也不知道那个是做什么用的，好，现在听老师讲的话，瞬间就发现，原来资料结构真的是有用的，好，它不是一门纯理论的课程，好，那老师最关心的问题哈，你把课程设计成好玩。那好玩会等于有用吗？好，那对我来讲，我这几年的经验，答案是真的有用，好，而且是很有用，真的很有用。好，那因为我们可能要把它做一个定义啊，其实在这边我们讲的游戏游戏它不纯粹只是玩而已，好，我们其实是要借由游戏这个媒介，好，那让学生在玩的过程当中是要让他动脑筋的。好，不是说单纯的玩而已。那所以借由游戏让他们动脑筋，这个才是我们的目的啊。那为什么游戏教学能够有效哈？因为我觉得游戏的本质啊，因为人的本性就是喜欢玩。好，那所以游戏它其实算是一种高效率的一个认知加工。好，对我来讲，我认为游戏的话，它可以让学生变得更专注，好，然后能够更投入，好，并且也会更愿意挑战。好，而且游戏有一个特质，它可以反复操作。好，学生如果第一次做不对了，那没有关系，他可以继续做。好，做2次、3次，好，甚至10次，他可以做到成功为止。好，那其实基质体系的学生，我们最怕的就是他不愿意反复的去操作，好，或者反复的观看。那借由游戏的方式，学生会愿意反复的练习。好，我觉得这部分是蛮好的一部分哈。好，那这几年做这些教材的游戏化哈，我觉得有一些感想。我觉得带动的，当然最主要我们要带动的是学生，好，但另一部分其实真的是教学相长，好，教学相长。那真的老师，我觉得我自己也跟着成长了，好，因为每一个学期我换了一个教具，好，或者创了一个新的游戏，好，甚至把某一个教材换另外一种新的视觉化的呈现方式。我觉得这每一件的过程都是在逼老师自己成长。好，那你想想看，老师愿意重新去设计教材，好，那其实接下来很多学生也就会愿意重新来面对这些困难的问题。好，其实这个算是也有点像是在帮学生做一个示范，好，带他们怎么向前冲这样子哈。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分享的其实也不能说是一个教学的方法哈，我觉得应该说是怎么样去重新点燃学生学习的动机。好，那
所以我很想要就是用创意的方式，好，用很多创意，然后重新点亮学生的眼睛，哈。现在才正式开始吗？好，其实应该刚刚也算开始了，好。那所以其实刚刚讲的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理念，好，谢谢各位老师哈的那个正面鼓励。那所以接下来我想要分享一些我在演算法好这方面的教材，好，或者是这门课学生的一些回馈，好，那还有一些游戏带来的变化，好，这些。那我想我们开始来看一下这个以往在计划里面，好，那我曾经做过的一些内容，好，可以跟各位老师们分享。好，那所以让我们回到教学这件事情，哈。好，那我觉得教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要把复杂的问题能够简单化。好，因为我们教学其实为什么需要教学，代表这个课程内容有一定的难度嘛。好，如果没什么难度，那学生也不用上课，自己看就可以了哈。那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好，不是说把课本的内容念完就好了，因为课本的内容念完，其实学生跟自己看也没什么差别哈。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好，那其实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在我念研究所的时候养成的哈，所以其实念研究所也是有用的哈。研究所常常需要去读 paper。paper 其实读 paper， 然后在 meeting 报告 paper 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啊。好，因为在读一篇 paper 是可能一个学生或者一个团队、一个研究室，好，他们很精心去研究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一个结果。好，那这些 paper 里面的内容一定是用最精确的公式、最精确的语句，好，要把这个内容呈现。那所以在报告 paper 这件事情的话，你要怎么样把这个人家已经整理好很精细很精确的东西，你要用很简单的方式表达，因为你可以想想看，读一篇 paper， 尤其以前当学生的时候读 paper 其实很慢，可能要花2-3个礼拜才能读完一篇，但是我们在 meeting 要报告的时间其实只有半个小时。好，那你花2-3个礼拜读的内容，你要怎么样在半个小时内讲出来，好，让其他的学长学弟们那个可以听得懂。好这件事情其实它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教学这件事情。好，只是当然 paper 可能难度更高一点。那所以我在教学的时候就一直秉持这样子的一个精神我希望把比较难的内容好把它变成是视觉化，然后变得很容易懂。好，那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重要。那再来复杂的问题一旦能够简单化之后呢，好，我们希望简单的问题就能够把它做系统化。好，那系统化之后更进阶，我们希望能够做到自动化。好，那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在第一步啊。好，复杂的部分要把它做简单化，这个我觉得是老师在教学部分，如果真的要做的话，这部分会是花最多时间的。好，那接下来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这个是我在112年的教学实践研究计划。好，那很荣幸有得到绩优那做了一段大概2分多钟的影片。好，那这边的话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好，那我切换一下画面。看影片的声音吗？有，听得到。大家好，我是陈玉专老师，现任于明星科技大学资讯管理系副教授，目前已有20年的教学经验，专注于资料结构与演算法的教学与研究。
好，所以刚才这部影片哈，那个像刚刚这个是我们的课程哈，我在这个计划里面有新开一门课，我们把它叫演算法探索趣哈，因为这门课我希望它是比较有趣的，所以它的课名我把它想了一个，就本身就是蛮有趣的一个课名哈，探索趣，乐趣的趣。好，那因为像演算法这门课它是程式设计的一个心脏哈，可是这也常常变成上课学生听不懂，变成都在玩手机。好，那所以这个影片里面我们示范了怎么样加上这个视觉化啊，好，还有游戏式的方式。好，我们希望让学生看到演算法的时候，好，是能够很有兴致的。好，那我们来看，往下看一下这个计划里面，我想要跟各位老师分享的部分。好，那这门课哈为什么要做哈？因为我们知道刚才讲到像演算法哈、资料结构这些课程，都是学生听到哈，这个心跳就会开始放慢的一门课哈。那所以其实哈，看到学生的反应哈，那就是学生哈常常会很努力的听，好，但是可能又听不懂它长什么样子哈。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讲说，要让这门课变得很有趣，好，因为我们想说，如果学生呢是因为所谓的看不到，好，所以才不懂，那我们就想办法让他看得见，好，所谓看得见，我们就是希望能够把教材做很强度的一个视觉化，好，那所以我们这门课的所谓的演算法探索趣，好，这门课的话，我们的目标就很明确，好，我们是希望能够让学生第一个透过视觉化让他可以看得见，好，然后让他再来透过游戏化，好，可以让他们可以玩得懂。好，不但是玩哦，而且玩以后是要懂的哈。那再透过一些实作，好，实作的部分让他们能够学得会。好，那在这个那这个教学实践研究计划里面，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有一些研究方法哈。那我这边用的是还蛮常用到的一个研究方法，就是行动研究。好，因为行动研究主要就是边做边调整，好，那边观察，然后一边优化。好，所以我觉得我这门课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循环哈，是还蛮适合用行动研究的哈，所以这几年大概计划主要用的研究方法大概都是行动研究。好，那所以这门课简单来说哈，我们就是希望说能够用创新教学，好，然后让演算法这门课，好，它不再只是一个专家的语言，好，变成让学生是想要玩的一门课哈。那这个研究问题哈，那为什么要搭配视觉化跟游戏化？这就刚刚讲过，我们希望把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好，那尤其是希望把不好玩的变成好玩的，好，学生能够想要挑战的哈。那所以在这堂课里面哈，我觉得学生就不是被动听，好，不是被动来听这门课，而是透过视觉化，好去理解演算法每个流程它是怎么做的，好是怎么动的。然后透过一些小游戏，好来拆解一些演算法的逻辑，好，那从实作中呢去建构自己的理解，好，那最后让学生能够做到在反思中，好能够调整他们的一些策略。OK，好，那所以我们这门课里面最终的目标啊，哈，其实就是希望学生能够做到3件事情哈。第一个能够分析，好，能够分析问题；第二个能够拆解。好，将问题能够拆解，怎么样解决这样子哈？那最后当然就是设计解决的方案。好，所以我们希望学生透过这门课能够将一个问题好能够做出这3个步骤，好分析、拆解，好最后做得出解决的方案这样子哈。那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这3件事情哈，我觉得那不只是演算法学好了，好，而且是对于他们的运算思维，好运算思维这一块区域是有被点亮的哈。这个是我很想要做的事情啊。那这门课的话呢，我们研究对象主要是3、4年级的哈，同时有3年级跟4年级好日间部的同学来选修这一群哈，就是有些学生看到演算法会头痛的啊，那但是最后被我们逼着啊，不是逼着哈，是被我们成功吸引啊，能够去拆解问题，好找规律的一群勇者哈，那来修这门课 ，OK。好，那这门课所以这门课我们除了用行动研究以外，就加上视觉化、哈游戏化这样子哈。那更重要的是教学哈，其实对我来讲哈，教学像资料结构这门课，在以前好像感觉每年教的都一样，好，可是其实大概在这10年以来哈，我的教材可以说每年都会再有一些新的变化，好，每年在教演算法或者资料结构的时候，都会跟去年不太一样。
好，那是因为我觉得这几年慢慢发现，虽然是传统课程，可是这些教学课程，我觉得也是与时俱进的，因为十几年前的学生跟现在的学生不太一样，然后他们的需求其实也已经变化蛮大的了。好，所以其实即使像这么传统的课程，我觉得教学也不是写一次课纲就永远都不变，好，而是每次上课我们都会发现新的问题，好，那都会有新的需要去修正的地方。好，我觉得这个就是行动研究它迷人的地方啊，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做修正。好，所以这门课里面我们就希望能够让抽象变得具体，好，让思考能够变成游戏，然后让学习变得能够主动而不是被动这样子。好，那这一页其实算是我们课程的3大超能力啊，这是刚刚都提过的就视觉化的部分游戏式的部分。好，视觉化的部分，像是很多学生在上演算法的时候传统的演算法脑袋里可能只有一个画面，就是一片空白一片黑这样子可是我们如果能够用视觉化的方式把流程画出来你会发现学生眼睛就一亮了他的可能脑袋立刻变清醒，那就开始慢慢发现原来老师讲的不是外星语是听得懂的那所以我觉得视觉化的很大的一个功能就是把学生叫醒把他救回来这样子那游戏的部分呢游戏的部分可能像有些学生平常对作业可能没兴趣但是如果你透过游戏的方式学生玩起来就不一样了他会觉得好玩那因为游戏就好像有魔法一样明明就是一样的东西，只是一个是文字呈现，一个是游戏来呈现可是用游戏来呈现就会变好玩，那学生就会愿意做那最后呢我们要培养是运算思维的部分那运算思维呢我们是希望让学生常常碰到问题第一个就是乱猜就乱猜，但我们希望他透过演算法这门课的培训之后，他变成是有逻辑的能够去拆解问题，然后去找这个规律最后能够设计流程。 OK， 那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很高级其实说穿了也没那么难其实就是不要用感觉来写程式因为就像学生会问老师，我没有学过演算法就不能写程式吗？我没有学过资料结构就可以写程式吗？还是可以写但是可能就是变成没有学过的真的是用感觉在写程式的那差别会是蛮大的这门课的话呢那我们大概就分成期中之前跟期中之后大概用一个分水岭是期中的这个时间来分那期中以前呢这边的课程我们主要是让学生能够打好基础那能够去探索演算法用一些比较经典的像是排序的游戏、搜寻的游戏最短路径这些用视觉化的方式让同学是能够很容易了解的那透过期中之前这样的培训，期中之后呢我们就开始提升难度会开始做一些像是桌游的东西，走迷宫策略游戏甚至最后以前很难提到这个最后 NP 的部分到最后我们也可以提到 NP 的内容让同学对于这些 NP NP complete 的问题是有一定的概念的这部分是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学生竟然修完在大学部的演算法最后可以懂一些这个 NP complete 的部分这个以往可能都要到研究所才有办法讲的好，所以期中之前我们会用各种的比较生活化的演算法来暖身让学生知道演算法其实没有那么恐怖啦那因为学生毕竟还是会怕，所以期中之前不能太难尽量还是要用比较简单的模式，那期中之后就会开始加强难度那会有一些比较冒险的或者比较难一点点的那让学生可以透过这些桌游跟游戏一边破关，然后一边学会怎么拆解问题、找规律这样的事情来做。好，那这边我想要分享一下我的评量工具这边大部分的评量工具，其实我想跟大部分老师做过的评量工具，其实大同小异不会差太多。所以我这边特别想要分享的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也是我这几年才开始尝试的那比方说像这个红色的这个文件笔记档案，这个是什么这个其实就是我要让学生做他们的学习记录我希望学生他们在课堂中学习的过程，他们把它写成笔记甚至课后他可能会去想今天课堂上学到什么东西，那我也会要他们把它整理成文件或档案
好，那这些内容就是我们期中跟期末要缴交的。好，那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好，因为这些东西说白一点哈，透过这些内容可以看到学生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动脑。好，只要看这些文件，我们就可以一清二楚。好，简单的来说，学生上课到底有没有灵魂在线哦？那我们看这些档案，其实都查得到。好，不是上课学生以为装满就能够过关，不是哈。其实看这些内容就很容易露馅了哈。那再来是我们这个问卷的前后测。好，问卷我们有做前测跟后测，当然前后测的部分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题目哈。那透过这些题目，我们想要了解学生是不是从原本一开始的不飒飒，好搞不清楚，变成后来真的有一定的理解。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教学研究里面最直接、最可靠的一个证据啊。好，那再来哈，是我们有特别为这门课哈有做了一个线上游戏的学习平台。好，那这边有找几位学生哈，找1到2位学生比较会写程式的，那跟老师一同开发一个线上游戏平台。好，把一些演算法啊，好资料结构的一些比较难的部分，好像是排序啊，好或者搜寻等等这些，我们把它做成游戏，而且这个游戏是有关卡的，有简单的，有难的。好，那学生玩的也都会留下记录哈。学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好，透过这个平台，那每一次都可以透过破关啊，好重来啊，好全部留下数据。那从这些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学生到底是不是真的懂了？好，因为答案如果是随便猜的，那可能整个游戏过程会是很混乱的哈。虽然最后是有过关，但是可能就没有一定的轨迹这样子哈。好，所以以上这个是我想要分享。那另外我们也有建立一个赖群组，我觉得赖群组也蛮不错的哈。就是一个群组里面，那学生有时候有问题，就会直接在上面讨论。好，通常我们会先看学生自己，如果他们自己已经讨论的蛮 OK，我就暂时先不介入。好，那如果发现这时候好像需要老师出来了哈，那个有些东西可能他们在讨论，暂时看起来好像不会有什么结果。好，那我可能就会介入去帮忙，这个东西可以怎么做这样子哈。好，那这一门课我们以这个计划来讲，我们大概有几个成果啊哈，那大概可以分成4个部分，好像是有教材开发的部分，好，教材开发，那还有这个桌游教具啊，好，游戏平台，好，游戏平台，那学生也有做一些作品，好，那另外我们也做了这个线上的一个平台，好，让平台在左边第3个这一个哈，那另外我们也有跟师大。好，师大这边的资工系的李教授，好有合作。那这边他有做了一个蛮不错的程式平台，好，这个算是比较进阶的，好，因为在我们科大的学生，其实有些同学不太敢写程式，但是其实也有喜欢写程式的同学，好，那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个进阶的练习，好，这里面有很多相当具有思考性的题目，好，非常棒的题目。那学生进去做的话，其实做完程式都可以进步的蛮多的哈。这部分是让学生选择的哈，因为真的还是有一部分的学生哈，还是蛮害怕写程式的哈，这部分是不可避免的。好，那我们的我们如果要让学生进入演算法的世界，当然不能只靠嘴巴啦哈，所以我们要做很多新的尝试，像是教具的部分，好，教具的部分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视觉化的方式。好，待会我们会做，因为时间的关系这边可能没办法呈现太多。好，那我这边会呈现1、2个例子哈，来看一下。比方说第一个例子哈，像是这个学生碰到这个堆叠，有教资料结构，老师可能就懂哈。这个堆叠这个平常我们这种叫中叙事的做法哈，那我们第一个要把它换成后叙事的，好，换成后叙事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做成后叙事以后，怎么利用堆叠？好，怎么利用堆叠？这其实就是我们计算机电脑在做运算的方式哈，它会用把一个数学算式好换算成后叙事，好，换算成后叙事其实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没有所谓的加减乘除的先后顺序的，好，而且连括号也会全部去除掉。好，那这样后叙事到底怎么做？好，那其实从课本里面看，其实真的还蛮困难的，好，但是我们把它做成这样子可视化的教具，我们来看一下看它整个后叙事的排序过程哈。这边当然我们一边放过动画，我们会一边讲解哈。那这边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是直接用整个动画来呈现。好，那像这样的动画，其实就是它整个后叙事好能够去解出这个8加6乘以4减2的结果。好，那透过这个堆叠，它用堆叠的方式来做，
好，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最后你可以看到它就可以算出来，好，最后的答案等于20。好，这个20到底是怎么来的？好，那其实透过讲解跟这个影片，其实就会变得很容易了。好啊，这个影片讲完以后，你再去介绍它背后的原理，其实学生就很容易懂了。好，就不像一开始真的就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这样子。好，所以当学生看到类似这样的视觉教材哈，可能他就会觉得，真的哈，虽然不一定马上全部都懂哈，但至少看完这些动画，他会懂个几成。好，接下来再看就会很快。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哈，像是排序法哈，排序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排序法，叫做快速排序法。好，那这个排序法里面，其实它要先做一个动作，叫做 partition。好，partition 这个动作其实对同学来讲，它会比较难理解。好，它算是整个这个快速排序法里面，算是前半段比较难的部分。好，那我们把它，像我这边我就把它做成编织成一个故事，叫做牛郎织女。好，牛郎织女的相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排序法里面的 partition 哈，它的整个过程跟牛郎织女哈相会的过程其实蛮像的哈。那所以我们就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动画，我们来欣赏一下哈，整个 partition 的过程。啊，那这边没有声音哈，这边我们因为上课的时候我们会一边讲解，好，那这边我就只是把它动画的部分很快的做一个呈现哈。那我们大概就是看它过程，其实它过程有没有看就是很像牛郎织女，好，那他们在鹊桥上面相会，好，两个牛郎从左边，好，那织女从右边，他们会慢慢中间这个数字就好像巧克力一样，好，牛郎会把大颗的巧克力就是数字比较大的好给织女。好，然后跟织女交换比较小颗的哈，通常男生就会把小颗的留给自己，大颗的给心爱的对另一半这样子。好，那直到他们两个人交汇，好，交汇完成，那这个阶段的 partition 就完成了。好，完成之后就会发现这些数字比我们基准值小的就会全部在基准值的左边，好像左边都比5小了哈，那右边都会比5大。好，这个就是快速排序法里面的 partition， 那我们把它做成一个故事情节的动画，那就会变得很容易理解。好，那再来我们也会利用除了自己开发的教材以外，我们也会利用现有的一些教具。好，有些教具我们是自己做的，那有些教具我们会用现成的。比方说，我觉得像这个井字游戏，好，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圈叉游戏哈。那这个其实大家都有玩过啊，那个我觉得是演算法很好入门的一个游戏。好，但是圈叉游戏说真的，其实它还是有点太简单哈。那我们就还有进阶版的，好像这个进阶版，我不知道各位老师有没有玩过，这个其实蛮好玩的。好，这个它不但是井字游戏，而且它还有大吃小的概念。好，这种比较大的这种棋子可以把比较小的吃掉。好，那它的规则其实跟井字游戏是一样的哈。那这样的游戏，其实挑选这些游戏花蛮多时间，因为游戏必须它能够用我们学生现阶段能够用演算法的方式去解这个游戏。好，那所以基本上它不能太简单，那更不能太难。好，因为如果太难的话，在一个课程里面，你要把这么难的游戏能够解开来，那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好，所以这个游戏的难易度其实花蛮多时间去找。那我大概找了大概有7、8种游戏，好，是课堂上可以进行，都是蛮适合，都是第一个一定要好玩。好，那好玩之外，它的难易度也必须要是非常适当的哈。那还有像我们在介绍递回，好，其实递回是很难介绍的一个部分哈。那这边我们会利用河内塔游戏，好，利用河内塔游戏，那让学生实际上操作，像左下角这个就是河内塔的教具，好，那有这个教育部实践计划经费其实蛮好的哈，这些经费我们也都可以去买这些教具，好，那同学上课就会有这些教具可以使用。那透过河内塔，他们就可以去理解哈，能够真正体会这个递回背后的意义。好，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纸上比较难做到的事情，好，但是有这些实体的教具，好，那学生再去讨论的话，我们会发给他这种大张的纸，好，大家讨论起来会比较有趣。那然后最后各小组可以做发表，这样子哈。教具蛮多，还有扑克牌，好，学生很奇怪，学生看到扑克牌都会很兴奋啊。那所以用扑克牌来做排序，好，来做排序这件事情效果非常好。好，那中间再穿插个扑克魔术，以前高中刚好有学过一些扑克魔术，上课再穿插个扑克魔术，学生可能兴致又会更高这样子哈。那学生彼此还会 PK 看看，谁用扑克牌能够排的比较快，好，他们找到规则以后，就能够越排越快这样子哈。
那速度它能够排到某个速度，代表它对这个排序的一个方法，好，其实就有达到一定程度的理解了哈。那这边的教具蛮多的哈，像这一套是由交大学生他们开发的，叫海霸的游戏。好，那这个是跟程式比较有关，好，其实它算是学程式的一个初阶哈。那这个游戏蛮好玩的哈，虽然也是挺复杂，但是真的非常好玩。这边可以看到学生在课堂上，大家的表情玩的都是相当的开心。好，玩到最后他们已经忘记自己是在上课，在学演算法了哈。那等到玩完以后，才从课堂上醒来，这对哈，接下来我们要来讨论这个游戏到底它是应该怎么进行的，我们的演算法应该怎么做哈，这样子。好，那这张是我们期末大家一起拍的合照哈，其实整门课我觉得大家基本上都玩得还蛮开心的哈。那我们上课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奖励，好，那比方这边是我这个给学生奖励的冰山一角哈，这边只有列出一点点。那虽然这个蛮搞笑的哈，但是我觉得，虽然是大学生，也还是很好用哦。各位，这种奖励卡哈，通常在幼稚园才会用到，对不对？好，可是我发现，在大学里面也蛮好用的哦，其实学生也蛮受用的哈。那所以学生也蛮喜欢拿这些点数来换这些礼物的哈。当然，这些礼物也蛮花时间的哦，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学生会喜欢的礼物，学生不见得喜欢。好，所以后来我在去添购这些礼物的时候，其实我会先找几个学生来问问哈，你们觉得哪几样你们比较喜欢、比较心动的这样子哈？那来当做一个小奖励，其实就可以奖励学生他们有做对东西啊，或者上课有能够问答哈，有问问题或者答题，都可以得到这个奖励卡这样子哈。那除了得到奖品，另外也会有加分啦哈，算是反正分数又不用钱，对不对哈？学生愿意讲，我们就是给他一些分数上的鼓励这样子哈。好，那再来这个是期末的时候学生的作品。好，那学生的作品其实涵盖的蛮多的啊。好，从这个井字游戏，好五子棋，好到这个密码机啊，好西洋棋策略等等哈。那有的组别做的成果其实还蛮不错的，好有点超乎我的预期。好，其实有的是真的做的相当好。那这些题目都是他们事先要先跟老师做确认，好，算是一个小专题哈。那确认题目以后，他们就可以开始做这样子哈。那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哈，一个我们自己制作的一个线上游戏网站。好，那这个是我们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账号，好，所以他们可以进来这边可以重复玩。那玩的过程都会留下记录。OK， 好，那所以学生在这边可以做预习，可以做复习，都可以。好，那我觉得这个让我上课也会比较轻松。好，因为我们要求学生在上课之前。比方说今天我们要教树状结构，好，我们会请学生在上课之前先玩过这边的游戏，好，那上起课来其实学生就会先有一些概念了，好，那上课起来也会比较轻松了哈。好，那我们的界面哈，基本上每个游戏都会有一些导览简介，好，那这个是我们的简介的一些画面哈，我们大概看一下就好。好，这是我们对每个游戏都会有一个介绍哈，大概看一下。再来针对每个游戏哈，我们都会有挑战哈，比方说像这个画面上看到这个是河内塔，好，河内塔游戏，那学生就可以不断的去尝试，好，而且学生每错一次都会有感觉，好，虽然有感觉，但又不会受伤哈，那这样的效果其实蛮好的，所以学生就可以一边玩，好，一边 debug，好，那对他们来讲就好像在破关，他们可以先玩比较小关的哈，就是这个环的数量比较少的，好，然后可以越玩越多，好，那这样到最后。就是可以到最高的关卡的时候哈，就等于是破关了这样子哈。那这样我们也会有一些视觉化的指引哈，让学生比较知道说怎么操作。好，大概是这样子。那这边有蛮多范例的啊，比方说这些是像这个是这个是快速排序法，好，快速排序。那学生也可以在这边透过快速排序法的方式呢，好，然后帮这些数列做一个排序哈。那这边也有像是数的部分，好，我们有做二元数的走访啊，好，二元数的搜寻这一些哈，所以这边其实有蛮多游戏的，好，那还没有做到很完整，好，所以有一些游戏我们也还在陆续开发当中的哈。目前这个网站我觉得还有很多游戏可以慢慢添加的，那希望能够未来能够越做越好，好，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哈，就是我们的学生玩的记录，好，我们可以全部储存起来。好像这个就是某个学生他的目前游玩的进度条哈，可以看到他大部分的游戏几乎都完成了哈，只剩一小部分。好，那也可以看到他细节的部分练习到哪里哈。
好，那这个是刚刚讲到我们跟师大的李教授合作的，他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蛮不错的哈。那各位老师如果有在教资料结构或演算法的话，我觉得也可以他们的平台应该也都可以让各位老师可以使用，但是可能要跟他们讲一下哈。那我觉得这里面的题目都还蛮有启发性的，好，学生做的时候都还蛮需要花时间去思考的，好，那对他们的程式功力会有很大的帮助哈。这是它的其中一个题目，好，那可以参考一下这样子哈。好，那最后呢，就是问卷的部分。好，那其实问卷哈，我觉得问卷其实就是我们课程成效的一个体检报告。好，那我们在课程之前哈，我们有针对4个部分哈，这个视觉化思考，好，还有游戏式学习的态度，还有运算思维能力，好，还有学生在演算法的兴趣，这4个部分。好，那来做一个前后测。好，那结论我们觉得还蛮开心的啦，哈，因为基本上这4项，学生的分数都是往上升的。好，虽然说不是像火箭那样子爆冲哈，但是都还蛮稳定有的成长的哈。那也就代表说学生呢，好，其实是有变得比较懂，好，比较敢，也比较愿意投入这样子哈。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这门课我们不是只有看期末总成绩哈，我们刚刚有看到学生会缴交他们的一个学习记录，好，所以我们会看他的这个学习态度啊，好，学习的信心啊，好，还有学习的策略，好，有什么样的改变哈。那我觉得这个会单纯看他们的一个考试啊或者报告成绩会来的更有教育的意义哈。而且我觉得这些数据也可以提醒我们学生有时候他的成长不见得来自于成绩的部分，他可能是来自于课堂中的理解，好，有时候可能是来自于课堂活动的参与，好，甚至是某些活动能够挑战成功的一些成就感跟优越感这样子哈。反正这些成绩我觉得只要不是往下掉啊，好，我觉得研究方向基本上就是对的。好，那像现在能够有往上成长，那我就觉得就没有愧对这个计划提供的经费资助了这样子哈。好，那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项目基本上成绩都还算不错了哈，大概都介于 4.6 到 4.8 之间哈。那学生表现的是比较都还蛮喜欢视觉化的教材，好，还有这些动画，那表示我们的教材的确有命中学生的一个学习需求，好，那整体满意度也是蛮高的哈，所以这让我觉得就算这个做教材做到半夜真的是值得哈。因为这些教材真的是花相当多的时间哈，这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兴趣跟热忱才有办法哈，因为真的是每学期都需要加东西，每学期都需要加东西这样子哈。那另外我们只有期末的部分这些问卷就不是期中跟期末，就只有在期末的部分有做好，那所以成绩也都还不错哈，基本上大概介于 4.68 到 4.85 之间。好，那学生也都觉得说这些实体教具啊，好，视觉化啊，桌游这3个东西是他们获得最高肯定的。好，不但觉得有趣，那也觉得蛮有用的这样子哈。那从问卷学生的一些状态，我们也看到他从看不见，好，然后听不懂，甚至不想学。好，那经过这门课以后，我觉得他们有一定程度的变成看得到了，好，那也玩得懂，好，甚至会想要挑战。好，那我觉得这样的结果对老师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啊，好。那也是让我们促使我们能够更有动力，好，继续做下去这样子哈。好，那这门课我们刚刚提到修课的人数一开始还真的是蛮令人心跳加速的哈，因为一开始我们有先去查询过，我们这门课是演算法演算法探索区，那它的基本科目可以算是资料结构嘛，好，那这门课44个人里面修过的只有13个，好，那有说没有修过这个部分是27个。好，那所以这个有点像是高手混合新手的这个队伍所以一开始其实有点害怕这些没修过的同学会不会跟不上进度这样子好，但是课程的结果说明一件重要的事情其实学生的先辈知识不一样不代表结果就一定会不一样。好，因为后来我发现问卷的结果针对这个有修过课跟没有修过课的结果，其实差异度不大很小，差异度可以说几乎微乎其微，看不出明显的变化那后来再询问同学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因为我们的教材有做可视化，比较容易能够去操作，
好，那提供很多样的一个方式来学习，所以即使没有修过资料结构的同学，也很容易就可以上手了。好，也就是说，它能够验证教学设计的，能够补他们的品差能力这样子。好，那所以这门课它不是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把程度好的能够往上冲哈，而是希望让大家都能够带到一个理解好能够做的一个阶段。OK， 好，那所以一开始看到学生的这些背景呢，我的心情就像在玩 RPG 游戏一样啊，觉得这个队伍的等级哈，这个等级的差别真的是蛮大的哈。不过期末看成果就觉得好像我就好像这个带队破关的这个队长哈，好像结果还蛮不错的这样子。好，那这是我们的问卷统计结果哈，所以其实就会发现，其实这真的差异度不大。好，这个红色的是有修过资料结构的哈，那蓝色的是没有修过资料结构，在每一项的分数其实都蛮平均的，好，都是差不多的哈。那学生给的一些意见呢，好，这些我大概概略性的讲一下就可以。这个是请学生做一些，这些问卷结果包含我们期末的纸本线上让同学用填的问卷哈，那他会填一些文字，好，给老师一些回馈。那后来我有再去用口头上的，好，询问同学，然后问问他们的意见。那大致上得到说学生对于这样子的视觉化跟游戏化的教学方式，好，他们大概有一些想法啦，哈，例如说学生普遍觉得说，像这视觉化啊，好，跟游戏化，的确能够让他们增加参与的意愿，好，而不只是就坐着听课这样子而已，好。那这堂课能够从被动的接收，好，能够转成主动的探索，好，其实这部分蛮重要的哈。那甚至学生学的有提到说，这门课很有挑战性，好，那其实这句话对老师来讲还觉得蛮感动的啊，哈。那也有学生说，这些老师这些内容哈，把它图像化之后，我变得比较容易抓到方向，好，变得比较容易学习的哈。那所以当活动哈。这些活动也会让学生觉得比较有挑战性，好，那会想要去一关一关的，好，将它能够过关，好，能够完成这样子哈。那基本上我觉得大致上有达到一些我们预期想要的效果，好，那因为我们希望，当然哈，在做这些视觉化的东西，当然我觉得也会有一些，我觉得最大的部分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视觉化的内容，所以第一个要花很多时间，好啊，再来第二个，其实进度也会受到影响。好，各位老师可以看到我们在前半段在教学的部分，其实资料结构里面所有要教的东西的确是有一些取舍，好，有些内容可能就没办法去讲到，好，或者讲到太多，好，这部分是需要取舍，因为我们还希望留后半段的内容能够带给同学更多的时间，能够去实做，好，能够去思考，好，所以其实真的。必须要有一些取舍啊。好，问卷的部分，第二部分哈，我们直接看第二个问卷结果。那这边是有关于学生一些想要跟老师讲的一些回馈，好啊，基本上我觉得学生给老师的回馈主要都是一些比较肯定的，好，那虽然这些话不能给老师加薪，好，不过能够给老师续命，哈，因为我觉得听到学生这些好的回馈，会让我们更有动力。好，继续去推进这个教学的部分哈。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一个精神食粮啊，好，算是我们的一个心理的维他命的补充包这样子哈。那学生也反映，比方说有说，这门课觉得变得很容易懂，甚至觉得外系的同学应该也都听得懂哈。我觉得这句话还蛮疗愈的这样子哈。学生也觉得，那个积分的部分还有奖励的部分，学生也觉得是有效的。好，那会让他们。想要去尝试看看这样子哈，我觉得教学哈也差不多了，我投影片应该是准备了剩2页哈，讲得蛮快。不过我们也有线上有老师有提出一些问题哈，待会儿可以先针对有线上老师有事先提出的问题哈，待会时间还蛮充裕的哈，可以跟各位老师分享一下哈。好，所以讲到这边，我觉得对老师来讲哈，教学其实不只是把知识能够传递出去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够将思维能够点燃这样子哈，因为如果学生只记得记公式，好，然后步骤语法这一些哈，那我觉得只能算是会做题目，好，那更重要，我希望学生能够借由在课程当中能够学会开始思考，
好，然后能够提出自己的观点，好，然后能够做出不一样的解法，好，对我来讲，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学会，好，所以我就学会这，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部分哈。那所以其实我在教学的部分，我是把心态从教会什么，好，慢慢的变成是启动了学生什么，好，我觉得把学生教会什么这件事情哈，倒不如让他们能够启发，好，把他们启动某种能量，比方说他们能够自我去学习，好，我觉得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哈。那所以我觉得老师的角色哈，从以往的单纯的教授，好，我觉得现在多了一个陪伴，好，多了一个陪伴，然后从直接告诉他们答案，好，然后变成是用引导的方式，好，然后从教课本的内容慢慢变成带学生去探索，好，我觉得这个有蛮大的不一样的，好，这是大概这历年以来哈，一直去做的一个变化这样子哈。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课程里面哈，学生不是在抄笔记哈，而是在解谜呀、好讨论啊，好或者是推理这样子哈。好，所以讲到这边，我觉得好对我来讲，我觉得教学哈真的是研究的一个延伸，当然前提是可能你的教学是跟你的研究本身是能够完全连接起来的。好，那我觉得教学就可以是研究的一个延伸哈。那研究把它带回教室，好，研究的成果能够带回教室，那用行动来证明，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教育变得更好，这样子哈。研究呢是一个教学的深化，好，如果从教学现场能够还有几句我的最后分享一下那个我觉得如果教学能够让学生看得到未来，好，那我觉得研究是能够让教育走得更远的，好，那各位老师能够撑到现在不容易哈，虽然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了哈，那各位老师的精神力哈，现在还有留在线上的哈，那比我觉得你们的精神力比我的研究审查委员哈，他们还要强这样子哈。好，那今天分享了这么多哈，那如果听了这么多，只能够记得一句话的话，那我觉得这句话我想要大家记得是什么哈？我觉得教育不是看到成效才努力的，好，而是努力到最后才会看到成效的。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子，就像减肥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减肥有没有效，到底是要持续减到明天还是明年，好，这个永远不知道。但只要你一直努力，好，应该就会到有效的一天这样子。好，那最后我也想要希望各位老师哈，备课的时候都有咖啡可以喝，好，上课的时候学生都有反应，好，评量的时候都能够有成果，好，期末的时候都能够出现奇迹这样子哈。好，大家如果奇迹没有出现的话，那至少还有我懂你，你懂我哈，我们大家可以互相这样懂一下这样子哈。以上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哈。原本的表格里面有2个问题哈，一个是有老师提出说，那像这门课大班教学是不是也可以适用？好，那以我来讲，我本来的课程里面大概有40位左右的同学，好，那我这门课倒是没有，我想老师所谓的大班哈。我的理解应该是大概100个人左右哈，我的理解应该是这样子啊。虽然我没有上过大班的，好，不过我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大班的部分我觉得是可行的，好，而且某部分的效果可能是更好的，好，不但是可行，某部分效果可能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哈？因为我觉得这些课程一旦视觉化以后，好，视觉化，我觉得它是可以让学生更容易理解的，好，那学生虽然变多，那有的这些动画的示范。好，有的这些实体的教具，好，其实学生比较容易做到在大班中能够及时同步，好，那学生应该是比较容易能够做到一些基础的理解这样子哈。再来，我觉得大班教学另外还可以做分组，好，其实中班、小班也可以分组，但是大班的分组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的组别可以变比较多，好，所以其实课堂中只要这个活动带得好的话，它整个氛围是会更热闹的。好，其实整个气氛是会让同学更陷入这个学习的一个情境当中的。好，那所以我觉得分组竞赛的部分，有时候它反而是大班教学的一个优势。好，只是说，当然大班教学如果在做学生回馈的时候，有可能组别比较多，好，就会比较难，每一组通通都能够分享到他们的成果。好，有时候可能我们就必须要取样，好，可能就没办法是每一组。那再来是有关于。那有时候我们像大班也可以做一些即时互动的投票，好，因为人多嘛，人多就可以很热闹，
好，那这个投票的结果就会很多，结果就不会是那种很散的，好，通常就可以达到我们比较想要的预期的成果这样子哈。那再来大班的话，再来因为学生多，好，学生多，所以通常这些就可以想到更多的 idea，好，这些解法就很容易被某些同学可以想到可以怎么做，甚至可以想到一些连老师都没有想过的内容，好，因为学生总是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创意，好，虽然有一些可能看起来是不太可行的哈，那有一些其实想法会是蛮特别的，而且好像是可行的这样子哈，那老师就可以在课后去试试看哈。所以我觉得大小班哈，第一个大班我觉得是可行的，好，只是说可能性质是不太一样的，好，小班可以玩的比较精细，好，那大班来讲，我觉得可以玩的比较嗨，好，大概是这样。那这是这个部分哈。那另外还有一题，哇，这老师问到了，也是我原本最怕的事情哈，就是有老师问到说，哇，那你在实施游戏化的时候哈，学生会不会觉得麻烦？好，然后就不愿意参与。好，那是不是要先建立班级经营与信任这件事情？哇，连班级经营跟信任这个都提出来了哈。那不过我是没有事先去做这个班级经营跟信任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哈是在我上课之前就先有想过了，好，所以其实我有先做了一些规划。好，其实学生第一个他的活动会不会参与？好，还有其实我觉得更麻烦的一件事，上课老师在问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有学生愿意回答？好，上课的时候老师最怕的是，各位同学好，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有没有同学会的？还是有同学想要表达的？结果一片安静，一片安静，完全没有人回答。这个是老师上课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哈。好，所以其实我有做了一些事前的工作啊，好，去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好，那所以会不会觉得麻烦，不愿意参与呢？哈，这个答案如果只讲答案会或不会的话，我觉得可以是会，也可以是不会。好，会的理由是，如果你把游戏设计的是学生觉得很麻烦，好，只是感觉这个游戏只是多了一个作业的感觉，好，一点都不好玩，那可能学生就不愿意参与。好，那但是如果你把游戏设计成是学生愿意去玩的，好，而且玩完以后他是觉得有收获的，那我觉得学生他是会愿意去参与的。好，只要我觉得这个活动只要设计的适当，我觉得学生是会愿意去搭上这班游戏的列车的。好，那学生通常什么时候会觉得麻烦呢？好，我大概想一下，觉得通常比方说觉得规则太难了，好，规则太复杂。那或者是虽然有游戏可以玩，可是玩完以后觉得好像这到底跟作业有什么关系？跟这门课我想学的东西有什么关系？好，那或许是因为老师没有讲解清楚，说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好，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好，可能学生不清楚，那可能就会觉得麻烦。好，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像用视觉化、游戏化这方面的方式，我就觉得蛮好的哈，可以避免学生有这方面的一个一个疑虑哈。那班级经营的部分哈，哇，这个上课之前还要先做班级经营，这个的确工程太浩大了哈。那不过我觉得倒不用做到先所谓建立班级经营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是需要去做的哈，像我觉得游戏像这门课的一个优势就是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建立信任的工具，好，所以其实算是透过游戏先弄比较轻松好玩的游戏，让同学先愿意玩，好，先愿意这件事情重要，你不要一开始就搞一个很难的游戏，学生就觉得哇，第一个游戏就这么难了，后面怎么玩呢？哈，可能玩完第一个游戏，搞不好就去退课了这样子哈。所以好玩、简单，好玩跟简单，我觉得是有意义的第一步。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建立信任最快的方法。好，游戏本身要是好玩的哈。好，那再来就是学生怎么样能够表达？真的这件事情，我觉得在一般大学里面可能也会发生。好，那在我们私立科大里面，真的哈，每个班级里面，好，通常会勇于表达的同学哈，本身就是很勇于表达的同学，一般大概不会超过5个。好，一般大概不会超过5个，甚至有些同学完全不敢回答。好，那大部分的同学是不想回答，不要回答，觉得回答好像也没什么好处，好，所以可能就不愿意回答。
好，所以这部分要怎么做？好，那这部分是我事先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课堂中一定会发生的。好，所以我有小小的作弊一下。好，这怎么作弊？我觉得可以提供给各位老师分享一下。像这个班级，因为有些同学我是认识的，好，所以哪几个同学是比较活泼的，或者本身虽然没那么活泼，但是还蛮听话的，好，会愿意听老师，会愿意帮老师忙的哈。那我会找大概2、3个、3、4个左右哈，比较愿意的哈同学来当庄脚。好啊，这庄脚他们有几个任务哦哈，尤其是在前面几堂课的时候，好，那我就会请同学就是在老师问到某个特定的问题的时候哈，比方说今天这节课哦，老师会问某个问题哦，好，5秒钟之内如果没有同学问的话，好，你要举手，你要举手。当然这些同学一开始也会害怕，所以你不要让他太困难，好，所以问题你要先帮他出好，好，问题你要先帮他出好。那有一些是请同学问问题，那有一些是回答，好，回答的部分也是请这些庄脚哈。老师今天在这节课第几节课会问到某个问题，好，我们先给其他同学机会哦。如果几秒钟之内同学没有回答，你要帮老师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在这边，好，你可以用这个答案来回答。当然，你如果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用自己的想法来回答，好，如果没有的话，请就照老师给你的这个小抄哈，好来回答。好，所以前面几节课就不会发生那种冷场的状况。好，只要我问的问题，一定有同学问。好，我要同学回答的问题，也一定有同学回答。好，因为都有事先安排庄脚了哈。那慢慢的这个课程，你可以让它热络起来。好，所以我是用这个方法哈，所以开始就会有一些同学，特别是中间那一群的，就是觉得他不是不敢回答，但是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回答？对不对？好，那第一个回答，他慢慢看到同学有这个气氛，然后再来回答，也会有加分呢，然后也会有小礼物，好，那他们就会愿意。好，那课堂中我也会另外跟同学引导，花一点时间，因为我觉得有些同学在资管，在我们系上有些同学他是能力不错的哦，他的专业能力学得很好，但真的个性超级内向的，始终不敢讲话。这些同学他是有能力的哦，有的还蛮会写程式的哦，可是讲话的部分就是都不敢讲。那这些同学未来在工作上，我觉得他们会蛮吃亏的。好，虽然在专业的部分他们做的还不错，可是不敢讲话，不敢讲话这件事情就让他们会吃到很多门亏了。好，所以我会特别在课外，通常是下课的时候，我就去找这几个同学，同学，那个老师发现到你哈，其实你在这堂课还要先鼓励他哈，其实你的某些部分我觉得你学的还蛮好的哈，但是老师发现一件事情，你好像不太敢表达。好，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未来在工作上好像蛮吃亏的？好，很有可能你做了一个 project， 做完以后，因为你不敢表达哈，可能是由另外一个组员比较会表达的，但整个 project 可能都是你做的，但是由他去报告，好，最后可能可以升职的，可以得到更多奖励，也可能是那一位同学哈，那这样蛮吃亏的，对不对？你要不要试试看？好，那这部分当然我没办法救到每一位，好，说真的我没有那么厉害，但是这些同学里面，就有几个真的被我救起来了。好，当然我的理想是想要把每一个都救起来，不过说真的能力有限啦，没办法全部做到。那能够救到几个同学，哇，这真的也是觉得课堂中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好，那这些庄脚也蛮不错的哈，这些庄脚我们安排给他的问题哈，一开始他们也不知道问什么，都是照我的问题来问。好，那大概问到第2次、第3次以后，他们这些学生本来就是比较活泼的，他也开始不受控了，开始问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很好，好，这算是一个开始，好，这是一个开始。那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些方式哈，所以就是的确啦，课堂上以前会碰到的问题，未来开课可能也会碰到，好，所以我就会想说要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好，怎么样避免同样的事情发生这样子。好，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老师的分享。首先，第一个问题，有个老师问老师说：“请问老师是如何解决要在哪门课实施这个计划的呢？”喂，老师，你好。那个问题是我发问的哈，因为我们一般一学期可能会开3、4门课，那我想请问老师，如何决定在某一门课要实施计划？对，
这个问题哦，通常是像我第一次提教学实践研究计划的时候，也是思考很久，因为教学实践计划里面它一定要搭配一门课，至少一门课啊，当然大部分的计划都是搭配一门课，到底该选什么课程？那实施这几年以后，大概有一些想法，大部分的老师大概也都是这么选的啊。第一个是选他们最常上的课程，尤其是一开始。好，那当然然后这个课程你会有想要改进的部分。好，如果这门课你本身也觉得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那真的计划也很难写。好，计划很难写，所以你常教的课程为前提，然后这个课程你觉得你是可以做研究的。好，这门课你有想到一些想法。好，比方说是想要增强学生的一些学习效果啊，好，学习的成效，还是说最常见的大概就是学习成效的部分，好，跟动机，这个是结果，好，结果。那再来你要用什么样的方法？好，以我刚刚分享的这个部分，我是用视觉化跟游戏化，好，当然每个课程会有不一样的方式，好，那可能也会搭配不一样的研究方法这样子，所以课程的部分我们会选我们自己比较常教的课程，好，那教学实践计划它一定要搭配一门课，好，所以这个也会很多老师的一个窘境，就是今年我提了这一门，那明年可不可以提同一门课？我教的课可能总共就4-5门，那一门课提1年，那我提4-5年是不是就没有计划可以提了？其实不是哈，其实一门课也可以重复提很多计划，因为一门课不是说1年的计划，我们改进完了就很完美了。就不需要再改进的，并不是哦。像资料结构这门课，我大概有提过3年。好，那有时候是搭配演算法。好，这几年大部分，那今年开始做一些 AI 的东西，想要把它导入到演算法的东西。那我觉得同一门课也可以做蛮多年的。好，那当然到最后，如果你教的课就是比较少，可能2-3门，到最后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瓶颈，有可能。好，我目前是还没有到那个瓶颈，但我觉得这个瓶颈大概都是迟早会遇到的。好，当你觉得想要改进的部分都已经改进了，好，那可能就有点不知道该教什么。所以第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尽量是开在必修课，好，尽量，但不一定哦。为什么尽量开在必修课？因为必修课一定会开，好，因为我们做这个计划最怕的是。我们预计要开，因为比方说我们现在提计划，好像现在年底提的计划，要等到下个学年度，也就是115学年度才会执行。那如果你配合的课程是选修课，那万一没开成，这下就麻烦了。好，当然你还有个机会可以去修改课程，但是我觉得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好，那如果是选修课的话，尽量选你比较有把握会开成的课。好，如果连你自己都只有大概5成或5成以下的把握可以开成，那我觉得就还是不要选这种课程。好，大概你至少要5成以上。那有5成，其实在开课的时候，你还可以去 promote 一下。好，可以到开课班级那边去 promote。这门课我们搭配教育学生的那个教学实践计划，会有什么样好玩的东西，可以带给学生什么样的成长？好，那其实可以让学生来选修这门课的机会就会大大的提高。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这样子。刚刚同步有依林老师问说，请问运用在上学期或下学期的课程的话，会有差别吗？延续这个问题。我觉得差别蛮大的。对，那上下学期因为我们的课程它其实也可以是2个学期的也没有不行。比方说你的课是有分上下的，好，那在上下学期都有开也可以，但这样会压力比较大啦。好，那一般大部分的计划是一门课开在某个学期，但这门课如果是必修，有可能是开2班，这个也都 OK。好，那上学期跟下学期的话，我会比较 prefer 在下学期。为什么？因为上学期的话，像比方说我们今年投的计划，好，就今年年底，现在已经开始可以提明年度的计划了嘛。好，那提的大概要到明年大概6月份左右嘛。好，大概到6月份左右，你才会知道这个计划有没有过。好，那如果很幸运有过的话，哇，那接下来9月份就开学了。好，所以你要就要很快的赶快准备课程。好，那其实我们在提计划的时候，这些课程内容应该都已经有一些，但是可能还不完整的。好，那这样在准备的时间上，其实会蛮赶的。好，所以除非说你的连课程内容也都全部准备好了，
好，那这个我觉得准备在上学期的话就 OK。但是如果你的课程教材跟内容，像我这个要准备好多东西，我就来不及在上学期准备完。好，那如果你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准备的，那我会比较建议这门课如果能够开在下学期会更好，因为你会有1个学期的时间可以准备。好，差别在这里。那下一个问题是，有老师刚刚讲到那个线上游戏的时候，问老师说 ，Agentic AI 可以带完老师的线上游戏学习网站吗？这个我还没试过的耶。这个我待会演讲完以后我来试试看。因为现在 AI 的软体好多，那我个人我是非常喜欢玩这些 AI 的东西，对，所以才会想说，未来也想要把这个 AI 的部分应用在课程里面。那老师提到这个 Agentic， 这个是能够有机会能够带完的，对不对？所以我想应该是因为这样，老师才会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对，这很抱歉，这个我没玩过，但谢谢老师的提问我觉得这给我一个动力，待会我就来玩玩看。提供了老师一个新的方向。谢谢。好，那还有现在线上最后一个问题是，有老师问说，玉川老师你好，关于学习成效评量，看到老师刚刚呈现的比较多是量化的结果，比如说像是问卷数据的分析。那在老师的印象中啊，是您有印象中老师是有进行访谈的，那可不可以请老师分享一下学生回馈的分析结果？分析结果其实刚刚因为觉得怕讲到太多，我会有点，因为学生讲的回馈其实都还算是比较正面的鼓励比较多，所以我就想说把它简略的大概讲一下。我们做的问卷大概就是有期末比较一般的正式的问卷，就是有选择题，然后也会有问答题，让学生提出一些意见。但是我觉得有些学生在线上可能因为要打字，所以讲的没有那么细，所以我另外大概找了大概4位同学，另外我又找了4个同学是跟他们面对面的访谈，那所以有得到比较多的一些结果，这些结果也有整理起来，那大部分都是蛮给予肯定的，对，所以在质量的部分，其实我有做一些整理，那如果说是像比较也会有学生给一些建议，建议的部分，比方说就像这个内容虽然很好玩可是就会变成量的部分玩到最后会觉得好像学到的东西虽然都很好玩，但是比方说该学到的这些题目，他如果去查询这个演算法应该要学哪些东西，可能我们就没办法学到那么多的章节，对，有些章节是我们必须要取舍的，所以能够一般传统演算法能够上完的章节我们就会变少了，那这部分学生也会觉得有点可惜，可是真的没办法时间就是那么多，只有18周，这大概是那这部分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或许未来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克服这个问题因为它的量就必须会变少这样子。谢谢玉川老师今天的分享，辛苦老师了。也很谢谢各位老师，谢谢。